嗨，大家好。今天下午啊，天气非常好，但也非常的热啊。自从前一阵子雨季过去以后啊，广州的天气就开始一天热过一天。但幸好呢，这种热是有点干燥的热，比起前段时间刮风下雨那种闷热的天气啊，我宁可选这种炎热但是干燥的天气。今天呢，我在家忙了一整天啊，等我想到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接近黄昏的时候了。原因呢，就是在琢磨啊，就是我能不能把我现有的这个分享生活的频道，还是要回到我以前初衷，就是退休以后啊，怎么能够跟人家更多的分享牙科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个呢，毕竟是我的长处啊，相信也是我能够给到别人有所帮助的最好的内容。以前以为呢，如果你要开设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它应该会有一些条件啊。就我以前呢，现在正在分享生活视频的那个频道啊，其实已经开通了好几年了，但因为在退休之前呢，忙于工作，根本也没有办法去管理频道，再加上呢，这些对我们已经不年轻的人来讲啊，还是有些技术的因素，有些管理方面的能力才行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以为啊，只有这个频道达到了很多的订阅数，有了多少流量以后啊，才会允许你开设一个副频道啊，就是你在一个账号底下可以拥有2个甚至3个频道。前几天呢，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么回事啊，因为确实从内心来讲，原本的初心是希望能够分享更多的牙科健康保健这方面知识的一个频道，现在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分享自己生活的频道了啊，就还是有些心有不甘。所以的话呢，就在网上还是搜了一下，学习了一下啊，看看怎么可能开辟在同一个谷歌账号底下的第2个 YouTube 频道。结果7搞8搞呢，居然也把它搞成了啊！这样的话呢，我就在想着以后能不能啊，就是把那些相关牙科医疗方面的内容啊，都集中到另一个频道。其实呢，也是我当时就想做的一个牙医说的这么一个频道啊。因为我记得当年在谷歌上面为自己起的名字其实就是牙医说 Dent Talk。因为种种原因啊，主要还是这方面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不足，加上呢生活当中总有很多事情打扰啊，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来经营自己这个频道。结果呢，反而成了无聊时候啊分享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频道了。
其实呢，在这么1年多的时间里面啊，也是因为退休以后啊，就发现要怎么保持一种身体的活力啊，就喜欢上了骑行啊。而骑着车呢，确实是让自己的身体，而且呢，精神上非常的愉悦啊。以前走不了那么多的路啊，爬不上的小山，经过了1年多的健身骑行啊，就感觉啊，在体力上面得到了不小的恢复啊。也因为呢有这样的每天都要完成的骑行任务，而且呢加上啊，在骑行中呢，可以到处逛逛啊，看看路上的风景，见到不同的人物，尤其呢，骑到一些从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有很多新鲜感。所以呢，每天也很忙啊，骑完车回来以后呢，还要用一些不太娴熟的技巧来编一下视频，放到网上啊。虽然呢，观看的朋友不多，订阅的人数寥寥，但不管怎么说呢，每天还是保持着有事情干啊，也是充实的每一天。只不过呢，这样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之后啊，虽然呢也上传了几百个视频，但老实讲啊，值得观看的视频并不多，高质量的视频几乎是没有，而且呢跟很多人拍的这种生活视频啊雷同，而且呢也拍不过那些旅游博主啊。虽然我也曾经到处去休闲，广东省内的上海周围的古镇啊，基本上去了个遍，但是呢因为都是无为而治，也没有提前去查好什么资料，更没有设计好当天要拍摄些什么主题，回来以后呢怎么能够用心的剪辑，最后呢呈现给大家一个很丰满的旅游的视频啊，让那些曾经去过没去过的人呢都被吸引到你这个频道来看你这些视频。很可惜啊，这方面我并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啊，或者说做得不够认真吧，结果呢也就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无论怎么来说啊，它确实让我能够把这个骑行健身和退休生活过得更舒心结合得不错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啊，甚至如果不去骑行的话，总觉得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没有着落啊。所以呢，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剪视频有内容，才坚持每天啊日晒雨淋的去骑行。
现在呢，应该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即便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可去，即便是没有分享路上风景见闻的视频的剪辑啊，也照样每天都会骑着车到外面去走一走。除非是天气非常不好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出门，才会作罢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时候啊，重新拾起我最初的退休前就有的小小的梦想啊，要把时间呢重新来安排一下，争取呢把牙医说的频道做起来，2种不同内容的视频，一种呢一本正经的还是讲一些科学道理，因为确实来讲也不容谬误啊，也不能传递给大家一些不确实的内容，所以呢还是会查一些资料，然后呢在讲之前呢做一番思考。而那些在骑行中随手拍的视频呢，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啊，骑到哪算哪，无非就是路上无聊嘛，见到有趣的事情、好看的风景呢，跟大家就随意聊聊而已。其实呢，重开我的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呢，曾经有过好多次啊，中间呢也曾经努力过几次，但碍于装备的限制啊，尤其是我毕竟每天还有一个任务，或者说有这样的爱好啊，要出去骑下车，骑完车以后呢，基本上多多少少会有些疲倦啊，所以总是希望呢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跟大家来随意的聊聊。但之前呢，苦于没有一个能够清晰录音的麦克风啊，所以试过几次以后呢，效果都不是很好。主要是路上的风声、汽车经过的轰鸣声，还有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啊，就使得你回到家以后发现啊，你辛辛苦苦在骑行过程中讲了一段的话，结果其中就有一部分的内容呢，因为听不见、听不清，就只能作罢啊。勉强把它分享出来呢，效果也非常不尽人意啊。起码呢，给大家留下一个不太严谨这样的印象。但自从差不多1个月之前吧，我重新买了拍摄的装备。其实主要呢也是为了更好的骑行过程当中拍摄一些风景等等啊。但居然配到了一个蓝牙麦克风啊，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一个麦克风。虽然说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屏蔽掉路上的杂音，但最起码呢，在骑行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无线麦克风呢录音，回来以后呢，也能听到自己讲话声音呢，大概还算清晰。那在目前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暂时应该可以满足一下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而且呢，又有一次心动就是看看能不能重开我的牙医说频道从目前来讲呢，我的能力可及的范围也就是通过我在骑行健身中，在一些比较清静的地段没有人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做一些牙科保健方面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也要有所担待就毕竟来讲，我不大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里，在书房里面对着一面白墙对着镜头从头说到尾。而且呢，退休以后我觉得首要的任务肯定是首先满足自己的健康状态就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在这个同时，或者在这个前提底下呢，来做一些有益于大家的公益性的分享所以呢，在目前的阶段也只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做一个尝试。但我想呢，虽然这样做出来的视频肯定没有在家里面稳稳当当的坐着对着镜头从容的分享，而且手边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资料，随时可以查阅信息呢也会来得更准确一些。但我想呢，无论如何，只要把我自己的几十年的经验深入浅出的能够分享出来的话呢，我的理解还是对大部分人有用。当然了，大家也只是听听而已，受到一些启发，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呢，再去找到自己的医生，得到更严谨的回答。刚刚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坡讲着讲着呢就没有力气骑上去了。所以呢，今天也就是来到大富山公园的山道上骑行，顺便也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状态和一些萌生很久，中间呢因为一些挫折变得断断续续，但现在呢又决定把它重开的我的牙医说的频道。
其实呢，从重开那日起啊，我想应该已经上传了10几个视频到我的频道啊。但是呢，一直跟我的另一个专栏世界观混在一块儿。我觉得呢，可能会对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困惑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跟我年纪相仿，大家呢彼此更多的是想分享一下退休生活，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目前的一种生活状态啊。那当然，这个我也非常乐意展示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喜好，那就好像经常骑行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一样啊。但是呢，肯定有很多人呢对我时不时发布的杨一说的关于医疗方面的内容呢会不喜欢，有一种呢被动来观看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也是想着尽快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在家里忙了一天呢，居然已经把新的频道设置完成。虽然呢还是非常粗浅啊，里面呢还是一片空白，但我想着呢，新的牙医说的视频呢，以后都会放到牙医说频道上去。而之前借用我世界观频道的那些有关牙科方面的内容呢，也会慢慢的转移到我的牙医说频道上去。这样呢，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就无需为一个频道当中出现不同的内容而感到不适啊。文明随时随地，文明由天下。刚刚呢，已经在大夫山森林公园里面
转了大概有半个公园，爬了一座高坡。现在呢，到小路上去随意的骑一骑。刚刚一路出村，在路上进了公园以后一直跟大家在聊的都是关于我找到了一个开一个新的频道的方法。应该说，这也是开通这个频道2年左右时间终于有一种，话说之间呢，我的摄像机到了29分钟，也就是说呢，我从家里骑到这边已经半个来小时了一般来说呢，半个来小时像这种爬坡骑行呢，对像我这样年纪人来讲，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合适的运动量所以呢，接下去这段路呢，我就轻轻松松的骑一段，而且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完了我心中所思所想，而且呢，找到了一个方法能够在同一个 YouTube 账号开了第2个频道，也就是人家说的副频道吧。而有些人呢，我知道他开副频道呢，是因为他经营的这个频道已经饱和所以呢，他要另辟蹊径，尽可能呢，通过再一个频道，让自己呢，这个流量能够进一步的提高等等吧。但是呢，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完全是为我那些不太多的朋友的考虑就是希望他们呢，不要在我的频道当中看到2种截然不同的内容。虽然呢，大部分的这些内容都是我在骑行当中利用骑行的间隙，或者就是骑着车跟大家分享内容。虽然我自己呢，对那些牙科健康、医疗保健包括看医生，甚至对一些疾病发表我看法的时候呢，我都是认真的。虽然说不能保证我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但我肯定的也是经过思考以后，甚至呢，有时也会查询一些资料以后，来跟大家分享尽可能提供一些我认为对大家有用的东西。只不过呢，众口难调就每个人的需求其实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强人所难所以尽量还是把它分成2个频道为上。所以呢，也希望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如果你对我的视频的内容，无论是健身骑行、旅游观感，还是对健康方面的一些说法都能接受的话呢，那就拜托大家也同时订阅我新的频道牙医说健词时尚专栏。因为呢，我只不过是把以前放在一个频道当中的内容呢，根据内容的不同，把它放在了2个频道而已。其实那个内容呢，几乎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同时呢，我也是想把自己的时间啊，稍稍的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啊，因为经营2个频道啊，可能要付出的时间、心血啊，就会更多，而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同时来打理2个频道，所以呢，我就想，最起码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做到啊，一如既往的。每天呢都会尽可能的分享1个视频，只不过呢我会做一个区分，比方说1、3、5分享我的牙医说，而26呢就会分享我的生活视频、世界观。所以呢，即便是朋友们啊同时观看我的2个频道的视频呢，从时间上来讲啊，应该跟以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就是把原本放在一个频道上的视频呢，分开来放到2边。总之呢，就是我的视频分享不会中断啊。之前分享的世界观、生活视频、骑行视频，以及旅游也好啊，或者是各处随拍的视频、开车慢聊的视频等等呢，还会保留，而且我相信还会继续的分享下去。但是呢，也会分出一部分的精力啊，重点的把我的牙医说，看看能不能尽可能的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尽快的做出一些起色啊。所以呢，仍然是希望大家跟随我的频道，观看我的视频，无论是世界观还是牙医说啊，都会有更多的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的骑行分享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请大家除了继续关注、观看我骑行的视频之外啊，也请大家留意我新频道的推出和新的牙医说的内容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观赏，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敬请订阅我的新频道，并且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期待大家的反馈和有关牙齿方面的任何提问。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